基洛夫空艇是红色警戒系列游戏中最具标志性的封面兵种，它装备着非常厚重的装甲，以及携带的硕大无比的航空炸弹，具有超高的血量和伤害，是可以决定战局的超级武器。一旦它飞到敌军基地上空后，他们的末日就会降临了。游戏中的基洛夫飞艇坚韧而强大，是能够改变战局的超级武器。那在真实世界的战争中，是否存在基洛夫飞艇？实际上，基洛夫飞艇是游戏中的虚构单位。虽然虚构，可基洛夫飞艇其实也有现实原型，那就是齐柏林飞艇。这点在游戏对基洛夫飞艇的介绍中也已经体现。自从苏联进入了德国后，他们发现了齐柏林的飞艇实验室。齐柏林飞艇是何方神圣？它在战场上的表现是否真像游戏中的基洛夫飞艇一样毁天灭地？早在18世纪，欧洲就掀起了研制浮力载人飞行器的热潮。法国造纸商孟格菲兄弟受碎纸屑在火炉中不断升起的启发，发明了热气球。可这种传统型的飞行器操纵困难且不具备动力，缺陷相当明显。即便在罗伯特兄弟给气球安上了船桨后，仍无法克服缺陷。于是人们逐渐对热气球进行改造，发明出具有推进能力的飞艇。这是一种轻于空气的航空器，一般由流线型舰体、吊舱、具有控制作用的尾面及发动装置组成。由于必须使用不透气编织物气囊，依靠内部气囊压力维持飞艇形状，这种飞艇被称为软式飞艇。气囊结构虽然能保持飞行器能顺利起飞，但也存在刚度太差的问题，这导致软式飞艇的续航时间和运载能力难有大的提升。直至19世纪末，这种局面才发生了改观。一位德国人掀起了飞艇史上的技术革命，他就是著名的齐柏林伯爵。凭着对飞艇技术的情有独钟，自1887年起，齐柏林伯爵就计划建造一艘不同以往的能够完成长途运输和空中作战任务的大型飞艇。他以大卫·舒瓦兹所设计的飞艇为蓝本，进一步发展并创造了新型飞艇结构——硬式飞艇。这种飞艇的气囊框架完全由金属制成，在气囊框架内放置多个小氢气气囊。1892年末，犹太商人大卫·舒瓦兹与德国企业家卡尔·贝尔格合作，尝试用当时的新兴金属铝来制造飞艇，并获得成功。世界进入硬式飞艇时代。此后，齐柏林开拓了硬式飞艇在商业和军事领域应用的广阔前景。1891年，齐柏林在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并开始筹备建造硬式飞艇。7年之后，他建立了飞艇飞行推进协会，并筹集到了第一笔资金。到1900年就试飞了第一款硬式飞艇 LZ1 号。由于初期建造技术不纯熟，前2个型号的飞艇 LZ1、LZ2 号在技术不过关，至1906年 LZ3 号飞艇达到了技术预期，在艇首和艇尾各安装了一个驾驶舵，两面安装了2扇翼状平面后得以顺利试飞。获得巨大成功的齐柏林飞艇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尤其是德国政府的青睐。在 LZ3 号进行的多次飞行表演中，有德国政要在内的多方人士进行了参观。德国政府对这种速率可靠、飞行时间长、载重量大的新式飞艇产生了极大兴趣，并给予了全方位的资助。此后，齐柏林飞艇进入快速发展期。1908年，齐柏林基金会、齐柏林飞艇公司相继创建。1909年，齐柏林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家民用航空公司——德意志飞艇运输公司，完成了飞艇从发明阶段到实用阶段的过渡。1909年5月，载客飞艇 LZ5 号从伯登湖起飞到比特费尔德，共航行了1194千米，实现了24小时以上连续飞行。1910年6月，开通了第一条定向商用航线来进行载客运输。LZ7 号飞艇可承载20位乘客，往返于法兰克福、杜塞尔多夫等地。截至一战爆发，齐柏林飞艇公司共生产了 LZ5 号到 LZ25 号共计21艘飞艇。德意志飞艇运输公司安全运载273600公里，35万位乘客，世界航空由此开启飞艇时代。不过，相比于商用发展，飞艇在军事上的应用更胜一筹。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军方就看到齐柏林飞艇在军事上的巨大潜力。齐柏林飞艇究竟是如何运用战争的呢？取得过哪些战果？
一战爆发前的飞机技术还不成熟，而齐柏林飞艇飞得高、稳、航程远，还可以携带重磅炸弹，风头无两。1913年起，国防部将飞艇编入陆海军，并每年资助齐柏林飞艇公司制造飞艇。据统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共建造了几百艘飞艇，其中硬式飞艇88艘，均为德国生产的齐柏林号系列。一战爆发后，这些齐柏林飞艇承担起了侦察与轰炸任务。在西部战线中，1914年8月5日夜，齐柏林飞艇2Z6号成功轰炸比利时列日要塞，并在之后的安特卫普的围城战中对城区进行了为期1周的轰炸，战略价值显著。在1914年8月至10月的东部战线上，飞艇被派去对华沙要塞以及城市的交通区域进行空袭轰炸。飞艇也长期参加波兰周围的战斗，并承担着齐柏林飞艇对白俄罗斯和立陶宛附近海域的侦察任务，探测敌军海军动向，勘测水雷区，并配合扫雷艇清除水雷。1915年初，齐柏林飞艇第一次对英国投下炸弹。此后，德国组织了规模庞大的硬式飞艇部队，对英国总共进行了51次夜间空袭，累计投弹近6000枚，炸死炸伤近2000人。当时负责防御的英国空军对此头痛不已，因为飞艇的飞行高度和速度达到了当时螺旋桨战斗机的极限，一旦投下负重，高速脱离，英方几乎便是束手无策。为此，每当巨大的飞艇在夜空中出现，如入无人之境的投下一枚枚重磅炸弹的场景，几乎是每个英国人的梦魇。最著名的事件就是1915年5月31日，RZ38号飞艇空袭伦敦，炸死7人，炸伤31人，引发伦敦的齐柏林大恐慌。造成恐慌的原因，除了英国防空力量薄弱之外，也与德国的飞艇在空袭伦敦时实施无差别轰炸有关。一战前期，伦敦是德军的禁区，德皇禁止在战争中破坏历史建筑，也禁止将国王和王室列为轰炸目标。所以，当1915年3月，德皇松口允许轰炸伦敦后，实际上打破了伦敦民众长久以来对战争不主动攻击平民的认知。齐柏林飞艇轰炸伦敦的事件迫使英国加强防空力量。伦敦防空指挥部曾在伦敦东部以及泰晤士河南北两岸设立了10多气球屏障。由于气球、铁索和铁丝网组成空中屏障，让齐柏林飞艇不敢贸然闯入。1916年夏，英国军方又研制了一种名为白金汉的子弹，这种子弹被挖空并填入磷，射中飞艇可以导致其燃烧，引发其飞艇内部的氢气爆炸。1916年9月，英国陆军一名中尉使用白金汉燃烧弹头和爆炸性弹头混合，击中并烧毁了一架齐柏林飞艇。面对日益强大的防空力量，齐柏林飞艇也在战争的压力下不断改进，无论是数量，无论是飞行速度、高度，还是飞艇载弹量等技术指标都有很大的提升。自1915年1月19日至1918年8月5日，德国共出动飞艇208艘次，对英国实施空袭，投弹约300吨，造成约1300人死亡，3000人负伤。一战结束后，德国作为战败国被禁止生产军用飞艇。由于出色的运载能力，齐柏林所代表的硬式飞艇逐步成为民用商业飞艇的主流。这一时期，英法美等国纷纷利用战争中缴获的齐柏林飞艇发展自己的民用飞艇，但德国的优势仍然突出。自硬式飞艇发明者齐柏林伯爵在1917年逝世后，齐柏林飞艇公司继任者雨果·埃克纳曾在20年代末成功复兴了齐柏林飞艇，使飞艇进入全盛时代。1928年9月，历史上赫赫有名的 LZ-127 齐柏林伯爵号飞艇成功升空。1929年8月8日，这艘长达237米的庞然大物，搭载着16名乘客，从美国新泽西出发，沿北纬60度跨越大西洋，到达腓特烈港补充燃料后，又经西伯利亚、鄂霍次克海在东京降落，之后直跨太平洋到达洛杉矶，再经芝加哥上空返回。至29日时，完成了49618公里的环球航线，创造了世界航空史中的飞艇纪元。随后，德国到巴西和北美的定期国际航线得以开通，这艘大型客运飞艇建立起大西洋两岸的空中运客走廊。即使处在1929年到1933年的经济危机时代，这两条航线仍然生意兴隆。1931年，齐柏林伯爵号飞艇成功进行了北极科学考察，之后多次往返北极。1933年的芝加哥世博会特别邀请齐柏林伯爵号进行访问，美国还为此发行了纪念邮票。
自1928年到退役的1937年，齐柏林伯爵号飞艇先后做过650次飞行，载客18000人无事故。而与此同时的是，飞艇在其他国家的衰落。上世纪20、30年代，包括法国底斯米特号飞艇、英国2101号硬式飞艇和美国飞艇出现空难，而相继取消了对飞艇研制的投入。此时只剩下德国人还在坚持自己的发明，继续制造载客飞艇。1933年，希特勒政权的宣传部长葛培尔十分重视对飞艇的宣传和支持。1936年，依靠政府财政上的巨额拨款，德国生产了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飞艇。LZ-129兴登堡号。1936年8月1日，柏林奥运会开幕式上，兴登堡号曾在柏林体育馆上空盘旋，出尽风头。然而谁也不知道，就在1年之后，被寄予厚望的兴登堡号会成为齐柏林飞艇在空中最后的悲歌。从那之后，硬式飞艇的发展戛然而止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件，使齐柏林飞艇的命运急转直下？1937年5月3日，兴登堡号这艘由那个时代顶尖技术制成的豪华舰艇在德国升空，它将以优雅之姿横跨大西洋去往美国纽约。那时的兴登堡号被称为空中的豪华游轮，上面坐满了身份显赫的富人。这个比喻相当贴切，因为兴登堡号的命运像极了泰坦尼克号。1937年5月6日下午，成功抵达新泽西州飞艇场的兴登堡号，在准备降落时发生起火爆炸后，烧成残骸的直到同年的8月12日，美军才攻下了日军的最后一处阵地，至此日军抵抗才基本上被平息了。而此次战役，美军仅伤亡1435人，就解决了日军18560人，取得了太平洋战场上重大的胜利。在如此悬殊的战损比背后，就不得不提起一位神秘人物。他被日军誉为关岛之鬼，也正是他的突出表现，成了日军关岛战场上最大的噩梦。那么关岛之鬼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又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美军又是如何取得了如此重大的胜利呢？当你听到关岛之鬼这个名字时，可能会觉得他是一个超级英雄，可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美军士兵，名字叫做乔治·雷特威德。特威德出生于1902年，从小的梦想就是参军。长大后，个性鲜明，头脑冷静。在1922年时，也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美国海军，并且在军队里因为学习能力强，头脑灵活，很快就掌握了无线电技术，成为一名合格的海军无线电通讯士官。那么，为什么这样一名优秀的年轻士官会和鬼这个名号搭上关系呢？事情还得从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说起。日军偷袭珍珠港后，对美国不宣而战。在美国损失惨重的同时，日本方面也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积极地展开扩张。一时间，大洋之上硝烟四起，就连被美国称为太平洋心脏的战略岛屿关岛，也被日军趁机夺下。而关岛之所以被美国称为太平洋心脏，正是因为它是太平洋、马尼拉海湾和珍珠港之间最好的港口，船只从这里起航4天内就能抵达菲律宾、澳大利亚、日本和马六甲海峡。19天就能抵达美国西海岸。此外，关岛还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防御中心和海军兵力的综合补给站。如此重要的一座岛屿，其战略意义自然是不言而喻。因此，日军才会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第一时间将矛头对准了这里，力求通过占领关岛打乱美国的兵力部署和战略补给，死死地按住美国海军的命脉。而身为海军通讯士官的特威德，此时也在岛上从事着最为重要的情报处理工作。从1941年12月8日到12月9日，日军都是在不断的攻击关岛。由于美国人根本没有料到日本会对自己不宣而战，导致当时的关岛几乎没有设防，岛上仅有574名士兵维持着基本的国际联络。面对日军近乎疯狂的攻势，显然是毫无招架之力。终于在12月10日凌晨，日军的海军陆战队370位士兵于首府阿加尼亚北边登陆成功。上岸后就立刻攻占了政府大宅，很快就和美军驻岛士兵短兵相接，爆发了激战。这一战，美国方面受损惨重，本就为数不多的兵力更是所剩无几。眼见到大势已去，为首的美国军官乔治·麦克米林犹豫再三后，还是选择了放弃抵抗，接受投降。美军投降后，日本方面很快就接管了岛屿，但这个时候，日军却突然注意到了一件事情：美军名册上有574名士兵，
除去阵亡的在内，怎么点数都发现少了6个人，这让日军高度紧张，因为只要还有美国人没有被抓获，那么他们就有可能煽动关岛的原住民进行反抗。于是，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搜捕行动就此展开。日军长官下达了死命令：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就算觉得3尺，也要把名单上缺失的6个人给找出来。而这6名逃亡的美军士兵，正是隶属于关岛上的哈特加纳基地通讯营的士兵，其中就有被誉为关岛之鬼的特威德。在1941年12月8日，特威德在熟睡中被惊醒，急急忙忙赶回无线电收发室的岗位后，他从紧急电报中得知，日本已于前1日偷袭了珍珠港，美国已经向日本正式宣战。所以在日军夺岛成功后，他和另外5名通讯营士兵一致认为，只要躲藏一段时间，最多半年，美军就会强势反攻，赶走那些日本人。与其缴械投降去当土地，不如到丛林里好好躲藏。虽然逃跑计划实施成功，但这6名通讯士兵的处境并不好，食物和干净水源的短缺让他们苦不堪言。即使到了预算的半年后，反扑时间也迟迟没见到战友的身影。他们完全没有料到，真正的反扑会在3年后的1944年。当时的美国海军虽然还有7艘航母，但在珍珠港损失巨大，加上被意外拖入2战这场乱局，美军兵力可以说是处处吃紧，根本无暇顾及关岛。好在特威德等人得到了岛上原住民的帮助，有了临时的庇护所，这才艰难地度过了一段时间。但关岛上的日军显然不想这么轻易地放过他们，在苦寻无果后，日军组织了数个搜索分队在岛上进行画圈搜查。随着搜索包围的不断缩小，特威德等人的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小，处境越来越危险。无奈之下，为了争取到更大的生存机会，众人商议后决定分散逃亡，以防被日军抓住。可就算是这样，逃亡的美军士兵还是一个接一个的被抓住，并且为了树立威信，他们还被逐一带到广场上被害。到了1942年10月，唯一存活下来的就只剩关岛之鬼特威德了。那么在那种险象环生的情况下，特威德到底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呢？在那段日子里，特威德自然也少不了原住民的鼎力相助。虽说日本方面对于当地人实行恐怖统治，明令禁止不能帮助美国人，否则一律格杀勿论，但是还是有一小部分当地人对特威德施以援手，其中就包括了农场主安东尼奥·克鲁斯。安东尼奥的父亲是当地的一名大地主，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为了笼络人心，日军给了他一定的特权，但这些所谓的特权并不能减少安东尼奥的家仇国恨，他毅然选择帮助特威德的逃亡。为了瞒过日军的搜查，安东尼奥还将特威德的军牌拿走，然后扔到了一具腐烂的尸体上面，巧妙地使用了一招移花接木的戏法，并且把尸体放到了日军绝对能发现的地方，然后静静地等待。果然，日军在随后的日子里发现了这一切，并且成功上当。那些早已厌倦了搜寻日子的士兵，拿着特威德的军牌，就向上级进行了汇报。特威德早已死在了关岛的茂密丛林之中，就这样，特威德成了一个隐形人，暂时算是安全了下来。可事实上，参加搜索的日军士兵普遍认为特威德还没死，因为他们常常会在夜里巡逻的时候，看到丛林里有黑影一闪而过，这让他们十分的害怕。一部分人认为丛林里的黑影就是活着的特威德，还有一部分人则认为那是特威德死去的冤魂，迟迟不肯离去。最后一则关于关岛之鬼的传言，就在日军的驻岛部队中不断的流传着。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关岛之鬼就是特威德，并且他一直就在附近，密切地观察着日军的一举一动。特威德在丛林逃亡期间，一边搜集着有关日军的情报，一边通过无线电收听来自美国方面的信息。随后从安东尼奥那了解到，岛上的日军突然越来越多，兵力已达2万余人，而且还在大肆修筑工事，构筑了3座机场。这些消息对于特威德来说并不是好事，因为他好几次都差点被巡逻的日军发现。但很快特威德就幡然醒悟，防守的日军越来越多，说明美军反攻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为了能让美军的反攻计划更为顺利，特威德开始加强对日军的情报搜集，先后将日军的军事攻势图、兵力部署和永备火力点都制作成了图纸，记录下来。终于在1944年6月，美国方面吹响了反击的号角。看到涂着美国标志的侦察机在关岛上空盘旋，特威德明白自己3年来的坚持终于要有所收获了。果不其然，美军舰队很快就到了关岛海域，并且对岛屿展开了暴风骤雨般的进攻。
他们决定对关岛进行为期1个月的火力打击，并且推迟了登陆时间。由于美军改变了作战计划，也给了岛上的日军有了更多的喘息机会。他们在美军可能登陆的滩头设置了大量的障碍，并且抢救了许多的永备火力点和防御工事。不过，日军所有的动作都再次被岛上那个传奇的美国大兵关岛之鬼特威德一一记录下来，并在图纸上做好了明确的标示。到了1944年7月10日的晚上，准备好一切的特威德冒险来到了关岛海滩附近的悬崖上。他知道反攻在即，自己必须为国家提供点帮助，减少夺岛时的伤亡。他利用一个废铁桶、蜡烛和玻璃制作而成的信号灯，向海上打出求救信号。美国海军很快就接收到了这个信号，通过信号灯交流后，他们确认了这是美军士兵发出的信号。随后，几个水手组成的救援小组乘坐摩托艇冒险来到了关岛海滩，救走了特威德。特威德获救后，因为长期精神高度紧张，并且缺少与人交流，特威德连说话的语速度变得非常缓慢，加上营养不良，此时的他浑然就是一副极受恐怖的野人形象。但这并不妨碍他拿出自己这2年多以来搜集到的情报，对美军收复关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第2天，美军就召开了紧急会议，根据特威德情报上的日军兵力、武器部署、工事的构造，以及岛上日军的士气和大致伤亡情况，制定了一份完整的作战策略。最终，关岛一战以美军阵亡1435人的代价，解决了日军超过18560人，两军之间的伤亡比相差了10倍以上。美军成功拿下关岛，至此特威德的关岛逃亡之旅才算真正结束。战争是死循环，无穷的痛苦与哀嚎，无尽的绝望与灾难。让我们用爱，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战，同样也是最后一次的航母对抗战争。而这次战争也可以说是彻底的摧毁了日本本国的航母力量。整个海战过程从1944年的10月20日一直持续到10月26日，在这6天的时间里，日军和盟军总共投入船舰的使用吨位超过了200万吨，尤其是其中盟军的舰队多达了133万吨，日本方面派出的海军则是达到了73万吨。据统计，共有21艘的航空母舰、21艘的战列舰、171艘的驱逐舰，以及将近2000架的军机参与了这场战争。必争之地，其实最初盟军是想要以夺取莱特湾作为一个跳板，自南到北，从而直接攻击日本本土的。而且莱特湾一旦出现失守的情况，就会导致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战争资源区大部分丢失，以及造成通往海外的途径被切断，那日本就只能是坐以待毙了。所以为了阻挡这些盟军，日本方面就筹划了捷号的作战计划，一共分成了捷1号、捷2号、捷3号、捷4号4个作战具体的计划，分别为了保卫菲律宾、台湾、琉球的群岛以及日本的本土地区。日本方面真的可以说是绞尽脑汁，广出奇招，甚至拿自己的航母当作诱饵，出动特殊的神风特工队，但是无奈最终也是没能逃脱水上的兵力彻底覆没的悲惨命运。据史料记载，莱特湾海战是太平洋地区的战争之中最后的一次大规模海战，同样也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海上战争。这场海战的意义是消灭了日本大部分的海军实力，除了那些陆上基地的飞机外残存下来了之外，日本海军几乎可以说是已经不复存在了。曾经自己号称是猛冲800、海救3000的极其强大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自此就名存实亡了。美军方面也是取得了绝对的制海权利，难怪小泽在战争过后受审讯的时候说，在这一场战争以后，原来日本的海面军队就变成了辅助性的部队，除了一些特殊性质的船只之外，其他的军舰都已经可以说是再也没有用场可派了。反潜技术，日军方面其实并没有十分可行有效的反潜技术，美军方面的潜艇如果要是进入了无人之境的话，日军的许多战舰都被美国军队的潜艇所击毁了。当时可以说是最强大的中央舰队，由5艘特殊的战列舰所组成，再加上10艘重型的巡洋舰、2艘轻型的巡洋舰以及15艘特殊的驱逐舰。力田的舰队计划想要突破圣贝纳迪诺地区的海峡，进而去攻击莱特湾之内的登陆舰队，并且在1944年10月23日的子夜之后，力田带领自己的舰队经过了巴拉望岛附近的水域，但是他的舰队马上就被美国的潜艇海基号与条鱼号发现了。即使在大和号上的电报员也发现了这2艘潜艇，报告了他们发现了自己舰队的电报。
但是日本方面的舰队也并没有采取一系列的反潜行动。于6点43分，海基号首先就发起了攻击，并且在1000米的距离上对准了重巡爱当与高雄各射出6枚鱼雷，其中爱宕号中的4枚，导致了舰身的右倾十分严重，并且在20分钟之后就沉没了。高雄号中的2枚鱼雷导致重伤，而在6点56分，摩耶号的重巡洋舰则是被条鱼号命中了4枚鱼雷，导致了沉没。力量过于悬殊，日军总计达73万吨，而盟军方面竟然有130多万吨。美国军队方面一共有17艘航空母舰、141艘的特殊驱逐舰、24艘巡洋舰、12艘战列舰以及上千架的作战飞机，而日本方面只有4艘航空母舰、9艘战列舰以及34艘驱逐舰。另外，盟军方面还有18艘的护卫航空母舰，而日本方面1艘都没有。作战飞机也不过才200架，而且在进行了马里亚纳群岛的战役以后，自称强大的日本海军的主力可以说已经损失殆尽了，而一些主要的军舰大大小小总计也就只剩下了165艘，排水量只有约为87万吨了。而美军方面在太平洋的战场上使用的舰艇却有多达800艘，排水量竟为352万吨。但是即便已经有了如此情况，日军方面的大本营竟然还在想着如何逆风翻盘，并且从关东军里面抽调了6个十分精锐的师团调往了菲律宾地区，并且集结剩下的一些海军的主力，企图在那个地区能够一举击败美军，扭转局势，并于1944年8月份在菲律宾的日军部队完成了扩建，从一个军提升成了方面军，并且由日军的名将山下奉文大将来担任了总指挥一职。到那时，山下奉文的手里的第14方面军队就已经包含10个整编的师团与3个旅团，共计多达23万人。而这支部队也可以算是2战之中日本方面的最后一支拥有较强的战斗力以及编制相对完整的军队了。再加上海空军和关东军的部分支援，这一带地区的日军数量也已经逼近了60万人。战术过于复杂，盟军方面在海战之中还拥有潜艇与鱼雷艇，而这些都是日军方面没有的。在海战的战场之上，日本的舰队受到了鱼雷的猛烈攻击，同时也遭到了十分频繁的空中袭击，这就导致日军方面的所有能够执行战斗的军舰几乎都被打得不堪一击了，大多数都沉没了，仅存的一小部分也是重伤。另外，日本还在这场海战之中发动了神风特工队的自杀式攻击，而日本方面的飞机在战斗的最后时刻，飞行员见到胜利无望，甚至还对自己本阵营的舰队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最重要的是，当时日本方面制定的战术沿袭了一贯以来的复杂风格，小则舰队深入诱敌，而西村、志摩、栗田等战队从几个方向来进攻莱特湾，这在当时的落后的技术条件之下其实是难以协同的。更雪上加霜的是，日本的海军方面由于缺乏统一的调度，导致不能够进行十分有效的合作，而且日本的海军各个编队的情报互通功能是很差的，其实本来就是想要阻止盟军方面去窃取日军方面的情报，但是可笑的是，日军把情报保护地甚至连自己方面的部队都搜寻不到，将无必死之心。在著名的萨马岛之役之中，由于栗田领导的舰队在未完成整编队形的情况下就主动发动进攻，再加上美军方面的驱逐舰的攻击，把他们的队形打散，各个战队都散乱在了十分广阔的海面之上，导致栗田丧失了对整个战事的战术指挥能力。他的3艘重巡洋舰也都被集中发起的位于海上与空中的袭击而沉没。所以栗田在9点20分时刻紧急下令队伍北转来整理队形。不久之后，栗田领导的舰队改变了自身的航向，驶往了莱特湾。就在日本方面觉得自己的计划马上就要得逞的时刻，栗田却再次决定要北转撤退，因为他自己感觉美军的支持舰队正在向他们这里包围过来，所以他觉得参战的时间越长的话，他要遭到美国强大的空袭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高。在美军方面不停的空袭之下，他下令整个舰队向北行进，然后向西穿过了圣贝纳迪诺海峡地区，往返航行300海里的第3舰队在26日的日出之后，派舰载机就对栗田领导的舰队的一些调队舰只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栗田可以说是日本海军的老将了，但是他却没有完全理解透彻日本方面制定的作战计划。栗田自己被日本军方赋予的使命
就是要摧毁麦克阿瑟方面的登陆。他自己本应该去攻击那些盟军的运输船只，即使在必要的时刻牺牲自己的整支舰队也是在所不惜的。但是栗田却是完全无视了这个命令，他自己十分主观地做出了判断，认为把他派去摧毁那几艘运输的船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其实只要栗田带领自己的舰队摧毁了这几艘运输的船只，即便是麦克阿瑟方面成功的登陆了，后期还是会因为供给不足而陷入一种十分被动的局面。那时日本就还有一些可以反败为胜的宝贵机会。从整个战争来看，栗田本人的做法确实是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牺牲，但是也是由于他自己妄自下达的命令，导致了这场莱特湾海战再也没有回转的余地了。主将自己都失去了必死之心了，怎么可能够带领自己的军队打胜仗呢？美国的登陆力量在他们丧失了自己的空中掩护之后，就遭到了从西方开入的3支不同日本舰队的猛烈攻击。驻扎在文莱地区的宿田健男中将带领着第2舰队进入了莱特湾，消灭盟军的登陆力量。西村祥治以及志摩青英中将领导的舰队组成了第5舰队，他们就作为了运动攻击的主要力量。这3支舰队都是没有航母与潜艇，只是完全由水面的战舰组成的。其实显而易见，这个计划的结果肯定是这4支舰队之中至少有1支会被美方消灭的。而且战后丰田对于美国的调查是这样解释的：如果我们丧了失菲律宾，但是舰队却幸存了下来，那么我们所需要的南北之间的海道就被切断了。倘若舰队一直待在日本的领海的话，那么它就将得不到燃料的补给；要是它一直待在南海的话，那么它也就将得不到武器与装备的补给支持。所以如果我们失去了菲律宾地区的话，那么保留这支舰队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场莱特湾海战可谓是太平洋战争之中的最后一次大海战，同样也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海上战争。这场海战的意义是充分消灭了日本方面的海军力量，除了一些在陆上基地的飞机之外，日本的海军已经可以说是不复存在了。自此以后，美军方面取得了绝对的制海权利。小泽在战争之后受审的时候说，在这一场战争以后，原来日本的海面军队就变成了辅助性的部队，除了一些特殊性质的船只之外，其他的军舰都已经可以说是再也没有用场可派了。